我红头一次都没拍照。然后我们那次就是因为漂头发，他帮我漂的。然后后来我染了个红的，然后他就生气了。我没生气啊，我生什么气啊？那次好像吵架还是干嘛？什么？然后我一个人在厕所染头皮上面全他不想红头，是他不想红头啊。对，因为他说我红头很丑。没有。有。我有全红过，他说我很丑，说我头很大。没有。有，我记得说了，这就是刻在心底的名字。好，放手刻在心底的名字。然后我就隔天，那次我1个月染了6次头。就是因为这个宝宝，他给我漂3次，用那个白色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想起来了就想讲，对，想不起来就算了。就是他漂发剂，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染头是他给我漂的，买了差不多6罐还是7罐施华蔻的漂头发。那个时候因为不懂，你知道吧，就以为漂一次过一会儿就要洗掉，没想到就是可以漂很久。对，能漂很久。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。他给我那个施华蔻漂了3盒，我头皮就整一个。这边的头发就很少，然后就这一块就整一块那种烧起来那种红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别说。然后那个时候 ，shut up， 我就很懵。然后我妈打电话说，搞什么东西啊？我妈就打电话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次我们家好像请亲戚吃饭，然后我一个白头发，眉毛也漂白的。那个时候记得吧？我生日的时候漂过那个白眉毛。啊，我那个时候也是白头发、白眉毛，回家你知道吧？回家我妈，我操！就整一个让我别进家门，因为我爸我家就是很严格那种很家庭的。然后我爸他说你别进来了，你爸在。然后我奶奶看到我，直接一个流泪，他说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搬出来，因为那时候离家出走，跟他搬在一起住嘛，然后搬在一起住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经常不回家，在外面基本上是2、3个月回一次家。那个时候3、4天回一次啊，好吗？回个毛！那个时候，我说一开始后面啊，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奶奶屁股没有，我奶奶哭了，她奶奶头发黑色的，我奶奶黑的，我奶奶就是因为我们家就遗传头发就比较硬，然后很黑那种，然后就我妈说你别进来了，我妈那个时候就整一个超夸张的，见了鬼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时候眉毛白，头发白嘛。然后我爸们看到我就整一个让我去死，去死！不行，你死了我就变成寡妇了。反正家长看到，比如说，因为我们把我妈拉黑了，对，她看不到我们直播。然后现在可以随便说了。对，现在可以随便讲，因为她最近看不到我们直播。然后这个头发呀，如果被她看到了，她又要死要活，打电话来骂。今年我们爸妈都还挺好的，就没有去年那么抗拒我们。那是因为他们也无所谓了。对，也蛮好的。像去年的话，我妈不会开小号吧，没必要，我觉得。反正我们已经把她拉黑了，无所谓了。她可能就看到我们就会更那个。以前我爸妈很喜欢我，现在我爸妈很讨厌我，但现在又开始缓过来了的。因为我们2个不会做那种出格的事情，就比如说半夜不回家，2个人出去喝酒啊，去酒吧这种，我们2个都不会去，所以我爸妈就很放心我们2个在一起。顶多就吃，我们俩蛮喜欢吃的，心情不好就吃东西。对，所以回家必须染黑头。我老婆是双鱼，我是。你过年染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对，我反正就，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就是一直是红色头发。对，他妈是拿他没办法。你要说他妈妈，不能说他妈。哦，他妈妈，我也叫妈妈。我爸也当过兵，他爸没有。没有，我爸的梦想就是。我爸去过预备役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就很喜欢我去当兵。爸妈知道我们关系？知道啊，当然知道。当然知道呀，那个时候可不说了。反正那个时候还是在海宁，住在海宁那边的，对。然后就是每天睡醒会被他们爸妈的敲门声给吓到，然后我们假装不在家还要，对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住哪里。我们那时候超搞笑的。你知道我们第一次逃跑是怎么逃跑的？因为我联系我朋友，跟你们讲那个还没跟你们讲过。那个没讲。联系我朋友，然后我爸妈不是在外面守着嘛，然后我们就细看那种拿个那种东西戳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测试，就是拿一种那种纸一样的，就这样放到外面去。然后如果外面有人，他们肯定会捡。结果呢，就是没有人。然后我们就趁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他那个朋友，开车，然后我是这样的，然后让那个朋友啊，反正我妈现在屏蔽掉了。然后是这样的，我让我那个朋友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在哪里，然后
让那个朋友，你也不用说的这么清了。然后那个朋友让他来，然后他让他开车，然后让他停在地下车库，然后上来，让他在那个弄堂里啊，就是那种楼道口，帮我们看我爸妈在不在，然后不在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提着噗噗，收拾了一大箱行李，然后就开始溜。那个时候第一次没有，那是第二次。噗噗那个时候是在家里的，没溜。我们那个时候回衢州了。第一次没溜，第一次是我让猫他去朋友家养，就是马宇家养，对，就马宇家养了，他肯定先。然后我们就坐电梯去地下包得很1楼，严实，戴帽子，对，超吓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还是就是他爸他妈妈就是在那边会儿有信息发过来了，就是那个他们楼下不是有保安那个监控嘛，然后他们其实一直在监控室看我们，然后我们让我朋友送到了那个杭州高铁站，就是那个东站，然后东站呢，你们也知道，坐动车人应该都知道，动车点一般到10点以后就去哪都没有了。反正去我们想去上海也没有，去衢州也没有，反正那个时候反正想近点，想进哪就去哪嘛。然后去哪之后就啥也没有。对，然后我妈就打电话来，她说就拎这个行李箱。我妈就是开始查车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一直在监控室看我们逃，他们也不来抓，这样很搞笑。那他们不可能一直守在门口的呀。他们就是一直在看监控。对啊。反正我们家猫那么乖的原因也是因为它。也是有原因。就噗噗是陪我们去了宁波啊、上海啊、衢州都去过，对，都去过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连夜就是打顺风车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打顺风车，那个时候很惨，在全家睡了2晚，是真的，拿那个行李箱。在最惨的。就是跟你们讲过啊，就是穷到叮当响，然后又要面子，我是特别要面子，然后又不想借钱，然后就2个人穷叮当响在全家睡，因为省钱嘛。然后在全家睡，我没在睡，我在打王者。然后我睡的，我在全家睡过2个晚上，肯德基没睡过，因为我不喜欢网吧，本来想说2个人去网吧睡，但我不想去网吧，网吧又臭，我是真的不会去网吧的。网吧的椅子很臭，知道吧？真很臭。反正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俩经历过。反正还有更惨的，也不想讲。对，反正想到就讲吧。反正就那些小收入就直接花在了就是逃亡的路上。我们俩去年做淘宝亏死，去年2个人做淘宝，就是所有就是赚来的钱吧。干嘛你要哭啊？全部都是打车。去年我们用最多钱就打车，第2个就是吃饭。反正打车吃饭，逃到哪吃到哪，逃来逃去，因为我们俩不开心就吃一顿之后感觉心情会好一点之后又开始逃。最久一次我们逃了几天啊？蛮久的，就衢州那次嘛。那次因为我们在那之前那个家嘛是租的嘛，然后有半个月就是没有睡在那边。我们租在那个房子，但是我们不敢去睡，因为我们怕就是把门砸进来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又不敢睡，然后我们又不好意思睡在朋友家，然后2个人反正就每天出去到凌晨，因为早上的话，对，我们是凌晨回家的，我们就凌晨回家，反正每天在外面，然后精心胆战，然后一睡醒我们就出去，然后有一次不就被抓到，那次说过了，反正说2次还记得。对，那就不要讲，那次就不讲了，太烦了。我已经不想回忆过去。就开车被撞那次，就撞我们，就那次差点撞你。